财，恭喜发财！你准备好迎接今天晚上冰冰凉凉的天公生了吗？那没错，今天晚上呢，踏入12点钟呢，就是农历正月初9了。只要有福建人的地方，或者是更精准一点，有闽南人聚集的地方啊，大家都会烟花、鞭炮啊，放个不停的，在一片乒乒乓乓轰炸声中呢，去拜天公。那不是拜拜而已吗？为什么要搞到这样子呢？因为啊，这一天是福建人最注重的天公的生日，天公的生日，所以呢，也被称为福建人真正的新年。那所谓的天公呢，就是玉皇大帝，简称玉帝啦。长这样，平身啊，太老是不是 ？OK， 给你演一点的，来，长这样。天公，名字里面都已经有天了嘛，那当然就跟我们的天有关咯。话说呢，在远古时代啊，人类普遍对未知的事物或者是没有办法理解的自然现象呢有所恐惧，比如说像是月亮啦、太阳啦、风雨雷电之类的，他们就会将大自然的力量呢想象成许许多多的神来进行膜拜。但是呢，都有这么多的神了，总有一个是最厉害的带头抬高的嘛，对不对？比风雨雷电更强又更大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天啦！以前的人呢，相信啊，天掌管宇宙万物的运行，赏善罚恶，其他的神呢，都是要听抬高的话，也就是天啦。那其实呢，早在殷商时期啊，中国呢就有一套完整的这个祭天仪式了。不管是农地的收成啦，做事的吉凶成败，甚至是国家大事，都要哇蒙天，哇蒙天，就是要问天的意思啦。不过呢，本来呢这个天呢是没有具体的形象的哦，但是呢后来啊就被进一步神格化之后，大家呢才将人的形象套用在天的身上。人间呢就有皇帝统治万民嘛，那天上也要有帝皇呢来统领神仙，对吧？那既然是众神之首了，当然就要有霸气的玉帝的模样啦。那玉皇大帝的这一种形象样貌呢，是要到唐宋时期呢才逐渐定型下来的哦。不过呢，虽然啊我们民间常说啊玉皇大帝是最大的，但是根据正统的道教，真正的顶头老大其实不是他哦。虽然呢玉王呢是负责管理万物，上掌36天，下握72地，掌管一切的神、佛、仙、圣和人间还有地府之间的事。听起来呢，就是一个超级厉害、权力超级之大、覆盖完所有范围的这一个神。但是呢，它的上面啊，其实还是有 boss 的哈。那就有一个台湾的网友呢，他就做了这一张图，把天公玉皇大帝比喻成负责管理公司的 CEO。那 CEO 上面是谁嘞 ？CEO 上面还有董事3卿，以及最大的董事长太上老君。这样子理解了吗？不知道是不是？唔知係咪？以為全部係一樣嘅。而且啊，你知道嗎？天公啊，不只是在福建人的世界很紅而已哦，他還紅到去 Marvel 裡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哦。神通廣大的天公呢，有在 Marvel 裡面呢尬上一腳哦。他在裡面的名字呢是玉皇，連這個雷神豆也要找這個玉皇天公來幫忙，然後讓他為這個豆的這個錘子呢注入能量啊。你說天公是不是很 powerful 嘞？當然要拜拜咯。有可能啊，你多幾年呢就會看到 Marvel 拍了這個什麼啊天公的復仇者聯盟啊，人家有 Thor、Love and Thunder， 那我們就有天公 Love and Firecracker， 問你怕未？有拜过天公的人都知道啊，拜天公呢必须要有甘蔗啊，这个其实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其实呢是有2个传说的。传说1，话说呢，在这个明末清初，清兵就一路南下，想要占领这个福建，可是呢，福建人呢却顽强抵抗，于是呢，清兵就决定大开杀戒。被追杀的这些福建老百姓呢，就别无他法，只好躲到甘蔗园里面。等清兵离开之后呢，他们才走出来重见天日。而走出来的这一天呢，凑巧就是正月初9，天公的生日，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啊是天公显灵，他们才得以逃过一劫。于是呢，死里逃生的福建人呢，就为了要感谢天公的救命之恩，从此就选定这一天呢，隆重的拜天公。传说2。
话说呢，在唐朝的时候啊，北方的军队来到南方，刚好就遇到了语言不通的福建老百姓。于是呢，军人就用北方的华语问他们啊，哎，你们是谁啊？报上名来。但是福建人不会华语啊，他们就不会用华语来自我介绍，就只好用福建话来回复他们哦。哦，我人是福建人。那这些呢不会福建话的北方军人呢，当场就吓咗一跳，什么？你们是狼？该不会是江湖上面传说已久的狼人吧？OK。很烦耶，真的。因为呢，听到这些福建居民自称是狼，那就以为的他们真是狼的化身啊，所以呢，军人呢就大开杀戒。然后呢，被追杀的福建老百姓呢就只好躲到甘蔗园里面，一直到军人搞清楚原来此狼非彼狼啊，才停止抬狼。那福建人走出甘蔗园的那一天呢，刚好又是正月初9啊。我们知道这个版本呢是有一点点荒谬好笑啦，是我们找到的最荒唐的传说版本啊。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听过，反正呢。不管呢，你听到的传说是哪一个版本啊，大概都是讲的是有坏人来啦，然后要追杀这些福建人啦，然后福建人呢就逃去了这一个甘蔗园里面啦。那这个坏人呢，也是可以替换成是宋朝的兵啦，或者是日本的倭寇啦，都可以的，只要是坏人就可以啦。还是你有没有听过其他更特别的传说？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好，那我们来看看现在拜天公的地方有哪些哦？除了是分布于中国的南方，比如说是厦门啦、泉州啦、漳州啦，也就是福建人聚集的地方哦。其他呢还有台湾、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那我们马来西亚呢，主要是集中在一些有很多福建人的城市，比如说是雪兰莪的巴生或者是槟城啊。对于这个初9为什么槟城特别热闹呢？我们以前只有做过一支影片，你可以去点来看。回到提公的身上来，我们在马来西亚呢拜天公的晚上啊，这些地方呢都会特别的热闹。比如说像是槟城的信州桥啊，每一年呢都会按照传统在路边举办集体的拜天公仪式，会摆出很长的供桌，然后呢上面就会摆满了贡品，大家呢还会用心的装饰住家还有现场。而且呢，因为这个活动啊实在是太有特色了，所以呢这一个活动呢已经从当年很纯粹的拜天公演变成了一场呢娱乐性十足的旅游活动。在现场呢不绝于耳的这个烟花、鞭炮啊、舞狮舞龙啊都已经不够了。近年呢还会发展到举办演唱会啦，甚至还要一起靠到，还有夜市啊，我那天有去到，每一年呢都吸引了上万人来到现场看表演。尤其是外国的游客啊，最喜欢来感受这个冰冰凉凉的拜天公的气氛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呢？或许呢今年呢，来得及的话，现在安排起来吧。而且啊，现在拜天公呢也已经不是福建人的专利喽，很多其他籍贯的人也被感染，都会一起加入拜天公的行列。好啦，我们就把拜天公呢讲到这么的隆重了，其实到底要怎么拜嘞？先注意哦，因为呢天公的神格呢非常的尊贵，所以呢有一个说法就是越早拜就越有诚意。通常呢从12点的凌晨呢开始拜，拜到凌晨的1、2点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展现出自己更有诚意，你也是可以拜通宵直落的啦，直到早上7点钟也是 OK 的哦。首先拜天公的第一步，你就必须要准备供桌和供品的方向都是必须要向门外摆设的，人呢就要从里面向外去祭拜。尽量选择一些没有遮拦，可以直接对天际的这个空间，让你呢跟玉皇大帝可以毫无障碍的 communication。而且呢，天公的这个供桌呢也是比较特别的哦，分别有顶桌还有下桌。所谓的顶桌呢，就是天公桌啦，这个就是给天公用的。因为呢，民间习俗中啊，认为玉帝呢是吃素的，所以呢，顶桌的贡品必须是全素。顶桌也是需要用长凳来垫高，桌角呢要系上吉祥图案的桌围，以跟下桌做出区隔。另外呢，拜天公的贡品呢也是非常的讲究的，就连贡品的摆设顺序啊也有规定的哦。那我们来看看这张图，来，最前面的这个1号。这个就是用纸做的彩色天公座，这是天公宝座的象征。2号呢就是香炉啦，3号呢则是顶桌两侧要用红线系上有叶子，下面也有根须的甘蔗，再为甘蔗挂上高钱，这就代表呢新的一年呢可以从头甜到尾。同时呢也要感谢天公的协助啊，因为甘蔗的福建话谐音就是甘蔗、甘虾。4号是蜡烛，5号呢就是清茶
最少要3杯，或者是最多6杯。6号是酒，也是一样，最少3杯，最多6杯。7号呢就是12朵的这个鲜花了。8号是俗称菜碗的6斋或12斋，而且呢，菜碗也可以搭配已经越来越少见，传说中提公最喜欢吃的天公饼哦。这个饼干呢，吃起来呢就是甜甜的，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买来试试哦。不过我不知道现在还哪里可以买得到，知道的朋友呢可以下方留言指一下路。9号祝寿的贡品，那因为呢初9是天公的生日嘛，所以就要准备扎红纸的这个面线12捆，还有红鸡蛋12个。如果呢有寿桃就更好啦。10号是代表吉祥长寿的安菇桂、花桂、年糕，还有米糕、米糕。11号5种水果分别是香蕉、黄梨、柑、橙、梨。因为呢，依照福建谐音啊，这5种水果是蕉、on、柑、get 来的意思。哇，我也是以前都不知道。另外呢，还有代表幸福甜蜜好意头的蜜饯啦。更传统的做法呢，还会拜这个糖塔，也就是用糖做成有造型的塔，或者是狮子之类的。12号呢，就是下桌的荤食5牲啦，也就是鸡、鸭、鱼、虾、蟹和猪。13呢是献给天公的纸钱，天公金，天公金是用来表达我们对天公的崇高敬意。是的，准备好了这么多的贡品之后呢，就要准备拜拜啦。那如果呢依照这个传统的话呢，拜天公呢可是很严格的哦，也有一些禁忌的。首先呢，因为天公玉皇大帝呢是至高无上的嘛，所以呢祭拜之前啊，全家都必须要斋戒沐浴。由家中的长者先上香，行3跪9叩的大礼，然后再依长幼顺序分别上香。第2，当天呢是禁止杀生的哦。第3，当天呢不能够晒女性的内衣裤。第4，不可以扫地啦，不可以倒垃圾。还有第5，男人不可以背水或做饭。第6，不可以手指天，也不可以口出秽言，也不可以不可以口出秽言，加入会员。不可以口出秽言或发毒誓。Let's continue. 连死这个字也不可以说。第7，如果家里呢有这个葬礼的话呢，就必须在3年之后才可以祭拜。第8，如果有人拜很久哦，很多愿望哦，你是不可以催他拜快一点的咯，不然呢天公就会觉得你们很黑，很没有诚意。以上呢就是拜天公必须注意的事项啦。各位朋友，如果我们还有漏掉些什么东西的话呢，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以后呢这支影片就可以变成我们的拜天公指引。其实呢，现在时代不一样啊，已经很少人会这么乖跟足我们刚刚讲完的所有这些仪式。不过反正呢，拜拜最关键的不是这些表象的仪式步骤，而是呢一颗虔诚的心。只要我们的心诚，一切都会灵。而且我们更要强调的是，现在呢有很多的华人文化庆典呢都已经被淡化了，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对于节庆的由来啊还有意义都不太理解。所以我们 highlight 呢就希望呢可以帮助到大家呢对天公不太了解的人呢就是可以更加的知道。我们也要确保拜天公的这个习俗呢可以继续传承下去。好，这里就要问问大家，你是来自哪里的华人呢？你那边拜天公的情况是如何？A 有够热闹，一年一次一定要塞浪，要有够派头，哎有谁 ？B 我不知道哦，妈妈准备什么，她叫我拜我们就拜咯。C 我不只要拜，我还要去天公大拜，就是去庙里拜。D 天公是谁？最后我不是福建人，飘过。留言告诉我们吧。那最后呢，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呢，可以兴啊、旺啊、发啊！highlight 我们要在这里呢，祝大家呢心想事成，天公保庇。那如果你喜欢这些影片的话呢，可以在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我们频道那边就会有完整的影片。当然也可以 follow 这一些平台，我们都有长影片跟短影片，还有其他内容。当然最重要的是，新年嘛，广种福田，加入荧光笔会员，支持我们做好内容。每个月只要不到1杯奶茶的价钱，就可以支持我们做更多好影片。自己讲，没错，赶快加入吧！好，谢谢大家，我是莹莹，下次影片见。